Hello，大家好。这期我们来看凯隐蓝凯的一个出装符文，然后还有搭配，还有他的刷野思路。你这局可以看到对面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看到对面是吧？打野是蓝人加上上单兰博，这里的话就没那么好打了。这里发现他往这边入侵，说明这里放了个眼。就有时候你开局的时候，并不是说站在那里发呆，有时候看对面，如果队友发现了对面的一个方向，那你就可以排个眼，是吧？做个赚个30块钱也是赚。这局的话，估计没那么好打，因为狼人前期肯定是优势的。像如果不知道凯隐的被动效果是怎样子去变红变蓝的，那我这边再重新说一下哈，就是比如说凯隐。他前期就是说他没有变身前，他攻击敌方手长的就远程距离的那个英雄的时候，就会增加那个蓝条。如果攻击距离是那个近战，像这里面打的是那个狼人，那这里面的话就会增加红条。你看这里面红条就比那个多了吧？哦，这里一个极限的惩戒加上平 A 抢到了这个河蟹，然后队友过来帮忙。这里的话，如果你没有提早过来的话，这个河蟹是肯定是没有你的份了。然后这种情况下，对方拿了河蟹肯定是先升5级的，先升5级的话，那你就没得打，说明一个点，你的双河蟹就得掉。这里进来蹲一手有大招，看看能不能蹲得到。哦，这里有眼，兵线往这边靠了，那就直接回家。这里的话，狼人还在。哦，这里被逮住了，对面的流浪直接传过来。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，惩戒打断对面的回城。那这里的话，算是赚了一个那个闪现，下一波来抓，如果下一次来抓他的话，就没有闪现可以交啦。对面的射手，像这里面霞没有闪现了，那可以往上面走一走。这样的话，中单掉了，那没办法，狼人可以过来。那4个人的话，估计还是打不了。等，就是这里的话，必须得等一手，就是等对面狼人交技能，然后再尝试说去做进场收割。因为凯隐的话，并不是战士，他是刺客。这里狼人直接开，这里上来的话，
对面交闪了，大招跟上，收掉对面的辅助，但没办法。狼人回血能力太好了，前期，而且这边的话是不可能说经济差的情况下立刻能做出重伤的，对吧？压力还是蛮大的。但准备快要变蓝凯了。对面手长的比较多嘛，像琴女、双人路，然后中单、上单也是。对面只有一个狼人是近战的。哦，兰博应该算是短手的，只不过那个叫什么，他的技能手长而已。哦，这里上来逮住个机会 ，W 收掉。这里你看到没有？绝活哥就是留 W 技能去 K 头，不要提早放。啊，回家直接变，然后把那个新竹给补出来。这里，绝活哥的一个直播间特效。原皮肤可没有这种特效哈。狼人回血能力确实很强，但这里面装备压制啊，人头被辅助吃掉了，那就有点亏了，被包了，没办法。这亚索靠的有点慢。这个近的大招开的也不太对，队友在这边应该往后拉一点，去狙对面的射手才对。哦，这局的亚索还蛮不错的，亚索和中单还不错，虽然说都被压制了，但整体来说还行。但龙的话是被对面打野拿下了。这里必须得把先锋给拿下来，不然的话就亏麻了。像凯隐的话，你要去赶路的话，尽量不要用 E 技能赶路。E 技能的话，留来就是说打团的时候进场的时候，就是那种出其不意的靠墙的位置。因为一般来说哈，你像有一些玩家，他会认为墙那里才是最安全的，但对于有位移的玩家来说，墙那里它就最好作为突进的地方。好了，这下狼人去关照亚索了，真就是三路全崩。这里的话，大叔直接海克斯闪现搭配 W， 这里的话有大招，完了。对面的瑞兹，这里的话必须得破盾出来了。对面琴女的盾加上自己估计是上了屏障的，这里可以看到，你往最外围拉的话，是对面是看不到你的，好像。这里直接上来2个人头，但这个倒钩很好，所以这里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到他是先做了那个巨蛇之牙，然后再选择做幽梦或者冰刃。
对面也很极限，这亚索可以很细 Q 闪，对面像技能加闪现这个，比如说取消就是超远距离，然后看就是他的后摇是很少人能反应过来的，除非对面就知道你想这样子。这个亚索的话是个高手亚索，要不还好前期那个什么打野去来刷那个去来找那个下路上路，没有去找那个亚索。这里的话，这个皎月也是很会玩，这里一个 W 惩收下。这里的话就要慢慢的往上刷，或者回家做个幽梦也好。拿完红直接回家补装备，然后再刷上半野区。有幽梦的话，赶路不怕的。有幽梦赶路的话特别快。这里往这边靠。对面有可能会 run 大龙的，所以这里面的话，真的，果然是打大龙去了。他们这里选择留惩戒，看看能不能大龙那里拼一手。这边队友在劝退，大树的一个远程大招在河道放，狼人没有大招的，这里不好做进场，没有位置进去。等对面交技能，这里直接一套上大招上去，斩掉一个人，再一个 Q 收掉吗？被沉默了一下，哎呀，很可惜，应该是被倒钩到了，不然的话那个禁锢住了，不然 Q 可以释放出来的。但这波团战已经拉满了。如果其实可以直接交闪现的话，也有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比如说闪，就是大招出来的一瞬间闪现，再加 Q。对面的霞也是很会玩。这里直接吃一大波兵线，爽吃。但中路塔守不住了。这种团打不了，只能说中路的塔是守不了的。那边路一定要去。别人只有一个人，要尝试去守一下。经济上面打野位是没有拉下太多的，但是射手那边就是拉的比较多了，接近一个大件。可以看到这里有幽梦配合凯隐的 E 技能，哎，这里直接做个进场，直接把对面的霞给秒掉，然后大招放不出来，对面狼人这个控制。
还有这边的话，我看到大树射手那边没有做，开始没有做那个重伤的小剑，所以打情侣一定要做重伤的小剑，因为凯隐这种刺客就是说做破甲弓的话，并不是很适合。现在的刺客都是不穿3件套，就是什么幽梦、巨蛇之牙，然后冰刃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算是像梦魇也是。下一期的话，我就会讲到梦魇，梦魇也是做这件3件套的。对，这边侠落单了，好像是。找到对面一个机会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来开龙。这狼人的话，打野是打不过的，被控住就直接死。这里边直接用大招去躲他的大招，还好躲掉了。这里游过来，利用高移动去看大概的一个视野。这里也是利用高移动，然后一个突进。像这种高速移动的话，就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次的位移。这里 WQ， 在一个就是什么卡点，卡金身的最后的那个时间点。这里逼出对面的大招，2个人大招，队友过来直接进行收割。因为这边的话，大树不太行的一个前排，就是不太能吃伤害，他也骗不出伤害，骗不出对面的伤害，他上去就会被秒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面跟着射手2个人，这把的话还好，上路跟中路玩的蛮不错的。那这样的话，狼人1个人是防不住的。好，这局的话就算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，压力还是蛮重的，但伤害还是是吧？又能骗技能，又能打出伤害，那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